一觉睡醒，我声音都变了，发烧39度，我很难受。可是今天早上开始，客户就一直在催稿，我不服。稿我是会交的，可是初稿之前我们先画个表情包吧。您请看，这是马楼，马楼的命也是命。这样这您啊？你说公主请上班，你说公主请开会，领导您请说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备旨，他就去吧。之前我看评论说有朋友想我画企鹅的，那我们先达成一个共识，这是企鹅。啪！怎么样？你们现在还喜欢企鹅吗？还有跟我说想要兔子的朋友，那兔兔收到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。我收到。不要管我，我现在的攻击能力非常的强。好的，老板，收到。我去甩个锅，以后你老板再说你辛苦了，你就发这个给他看。不辛苦，命苦。这个是我，不要误会，甲方爸爸。妹子，早就去吧。我这么喜欢的这个系列，怎么可能少了小乌龟呢？你在工作位力挽狂澜，这得加钱啊！我再给你们画一个你们最喜欢的。运动细胞为零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总的来说，擅长的体育项目就是立定跳进了仰卧躺倒、800米爬，还有引体上吊、跳绳、绊脚以及球运我尽力了。我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校运会，上不上课还是其次，主要是在我不擅长的领域，我也能感受到快乐。但凡老师要求我报一个项目，我就选实心球。我是真的见到过有人扔实心球扔到隔壁老师脚的，老师的脚直接大礼码。你去看看那些参加跳高的选手，就是个金猪拱门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当时我们隔壁班的女生报名去参加跳远，跳起来像在空中被人踹了两脚，空中崴脚。落地之后，他那个姿势已经不能拿活物来比喻了，他趴在那像一块面筋。还有军训啊，军训很厉害。我发现无论你的是哪里人，普通话说的好或者不好，一到唱歌环节，他们肯定自带口音。这一下把我10年记的得全校没了。对不起。然后最近我也收到很多私信问我军训可以用什么防晒的，那你们不妨去试一下这个资生堂蓝胖子防晒，它里面添加了2大科技嘛，你军训出汗啊、遇水啊，它的防晒膜就会变得更加牢固。如果你还是晒黑的话，那是你擦的不够多。口口嗖嗖的，出汗也不用担心脸上会留下那种白色的汗，但里面不知道还有那些啥技术，遇到高温遇到热，里面的那个防晒膜它会更紧密，它是能牢牢的拔在你脸上13个小时，续航能力 OK， 你就不用怕什么晒黑、晒老、晒斑什么的。像我平时经常化妆嘛，用它打底也不会起皮啊、卡粉啊，长了痘痘也不会闷啊。换肚子的这主题怎么扯回来？可是当年我们就是会比其他更厉害一点。对不起，谢谢。苍兰诀的编剧老师你好呀！哇，我有太多话想跟您说了。第一句是什么来着？这句追得我沸腾。我花了2天的时间把苍兰诀看到了30集，为的不就是想看看神仙怎么谈恋爱吗？我喜欢东方青苍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？就他那个我肺好疼啊！我一看到他就开始起鸡皮。我昨天晚上看到凌晨5点还在发短信问我闺蜜要不要一起买东方新仓写真。可是到后面你为什么要那么虐？虐我们不是不可以，但你能不能悠着点虐？明明前面男女主2人还在那抱着啃，小的话，他们亲的让我感觉都出了痰。突然下一集剧情反转，导演就开始抽你耳光。做咩喊啊？有冇心嘅你喊咧？小人话，听不懂。肺又疼了。我要是追求这些剧情反转的刺激，我可以直接去看《华尔街之狼》。苍兰诀，你可是在练剧场啊！练剧场不是就给别人看亲嘴的吗？现在还剩下4集啊，导演，能不能就安排他们亲？小兰花先跟成亲了，亲。本作今天野火说得好，亲。坏人被大黑龙不小心一屁股坐死了，亲。我就这么一说，现在都觉得亢奋。前几天我闺蜜还跟我说，那个坏人云中君1天不死，他1天不洗澡，他现在人都馊了。我刚看完32集，现在肝也有点疼，肝肺俱酸。明天不看了，他们稍稍亲嘴了再告诉我。姐姐，我昨天见到了一只鸵鸟，长得非常凶残。我总感觉这玩意我好像在哪见过。我问过饲养它的阿姨，我科2没过能骑吗？咩鸵鸟啊！你们广东人出门不都骑蟑螂吗？山东人出门还骑大葱啊！阿姨不知道现在的坐骑已经全国通用化了，当代年轻人出门骑的是老板画的飞步。但其实我小时候是真的骑过鸵鸟的。在宁夏，当时我就看着这只眼前的大鸡看着我。
然后工作人员就给鸵鸟戴上头套嘛，让我爬上去。就在我坐到鸵鸟背上的那一刻，工作人员哗一下把头套一摘，吧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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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鸵鸟驮着我就跑。鸵鸟是不会自己转弯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而当时那个场地又是个标准的正方形，唯一解决鸵鸟转弯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工作人员在后面跟着跑。那鸵鸟吧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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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工作人员跑到差不多墙角，工作人员就會追上那隻鸵鳥，對着他的脖子。你點解唔企喺度等佢呢？不選了，有可能。45日等於我花50塊錢讓工作人員背着我跑了一圈。我不知道為什麼鸵鳥都那麼喜歡，看起來就很暴躁嘛。當天我為了讓那隻鸵鳥平靜下來。再见。你们知道大多数法国人是怎么煮饭的吗？第一步，把水烧开，下面唰，煮上半个小時，然後把水倒掉，哗哗。我每次帶我的法國朋友去喝粥，他們都會非常生氣。我點樣能 respect 吧？呢個就係一碗未煮完嘅飯。其實法國有很多東西和我想象中是不一樣的。我想象中的巴黎是浪漫之都，既廣闊又優雅。實際上有很多法國小道有這麼窄。有一次我走在一條這麼窄的人行道上，遇到了一輛同樣那麼窄的車。我不小心輕輕跟那個車一碰，倒後鏡掉下來砸到了我的腳。我撿起那個鏡子，就看到車主人在鏡子裡看着我，看着鏡子，看着他。哇！下一秒車主人抄起一捆透明膠就下了車。我，你幫我揸住。佢早就爛咗啦！哎呀，怪我今日朝早出門黐得唔夠神。有一次我去我法國朋友家做客，我以為給我開門的法國美女是他女朋友。恭喜你呀，你終於中意女人啦！然後他跟我說那是他媽，他媽真的保養得超級好，屬於站在人群中會發光的那種。你們都知道那個火到不行的克蘭利維斯酒了吧？他媽那次就直接給我種草了他們家的這個克蘭利薛早泰抗老精華，用完看得到臉上泛光，感覺它就是個地心移動式，它是會有提拉感的，整個人都蓬起來，細膩有彈性。玩意裡面有16萬美元一磅的雪走，再和生態結合，紋路刺客。效果加成，就像皺巴巴的衣服遇上小熨斗，膚感沒得挑啊！包裝也處處透露着高級感，早用一天慢老一天嘛。那麼等到我當老太太的時候，我也可以像她媽媽一樣，我就捲死他們。姐姐，我在這裡奉勸大家，一去在廣東見到那些小蟑螂，千萬不要手軟。前不久我在我房間窗邊看到了一隻小蟑螂，白色的，就指甲蓋那麼小，我還母愛泛濫，把它趕到窗邊。你找呢，阿姨？找呢？然後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，窗簾下面突然就爬出來一隻這麼大的蟑螂，長得挺快呀，大哥。我第一反應就是這個還沒放嚟保養呢。你們可以仔細觀察一下廣東的蟑螂，晚一翅膀一張開，你湊近看跟放煙花沒什麼兩樣。昨晚我就當即做出了一個大多數人都會做出的舉動，望住佢，我好死你。然後他就突然，這聲音一聽就是燒柴油的，背起來屁股後面能冒黑煙。他趴在窗簾上。謝謝爸爸。你先進去看一下他有沒有在門口埋伏我們。你知道蟑螂這玩意最騷的是什麼嗎？就是你一拖鞋打下去能觸發它的被動技能。他跟你玩消失，然後又在這邊啾一下出來，唰一下消失不見，這邊也啾唰啾唰，然後突然一個俯身對着我衝過來，最後我爸還是把他打到了，握在手裡就這麼走出來。這父母為什麼他們就不怕蟑螂呢？我說我爸的話，我打完蟑螂就回到房間裡，躲在被窩哭。姐姐，有一種不容易，叫做你的數學老師，嘴巴永遠是這樣的。我當年跟數學老師唯一達成共識的地方，就是當我們見到了對方，都感覺跟見了鬼一樣。我初中的數學老師姓張，問過我最難的一道題，真的是非常的難，他問了好多年我都答不出來。你究竟邊度唔識啊？你點答佢？數學本來就是一個明明你每個字都聽得懂卻又聽不懂，上一秒老師還在說1+1等於2，下一秒你就只能聽到cosine alpha的這麼一個騷東西。他剛才明明還在我在這裡放了個屁，下一秒就跟你說同理可得了，你還在這邊想着跟他講道理，他那邊就突然給你來一句自然而然就成立了。什麼板藍根獨立？我真的很怕張老師給我們出的選擇題，你算了半天得出的答案 BCD 個選項裏邊可以一個都冇。那學習我們還是要有個好心態嘛。那我就把數學課的45分鐘分成5分鐘看黑板，5分鐘找選擇題答案，剩下的半個小時拿來釋懷。晚上回家的作業還是選擇題。哇，我釋懷到我媽都釋懷不了。你上課倒是睜大眼睛看啊！天頂這個黑眼圈釋懷是沒有用。但黑眼圈用這個雅詩蘭黛全身升級的第5代小棕瓶眼霜有用。這裡面有全新的自由基質感防禦科技，自由基打小就是黑眼圈的源頭。顧名思義就是把你眼周360度算個明明白白。單色四區的黑眼圈全捏住，而同理可得附加的細紋難題也可以解決。看好了哈，你可以用這個4步亮眼法，不要老看結果，步驟也很關鍵啊。質地
地比上一代更轻薄水润，不撒调皮不搓泥，没有脂肪粒，这才叫释怀。那天我妈自告奋勇地辅导我做选择题，一道题没对，我和我妈都被张老师叫到办公室。我是真的搞不懂那些老师为什么一做错题就要叫家长，同理可得家长不会。然后张老师连我妈一起教，都扣3，阿法，扣什么法拉利？